大家好，我是 T1，相信索尼的那场发布会大家已经都看过了吧？我也看了，真的特别惊奇啊！就一个感受，短平快，事说完了散会，一共2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10点整开会，10点20散会，一句啰嗦都没有。随着一串弹幕17999飘过，戛然而止。我们还等待着新镜头发布呢，我们还等待着后面展开说说呢，让我们吐槽一下，看看弹幕，看看评论区，没有了。散会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新发布的 A7M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我们又从哪些方面可以考虑衡量它呢？它到底是诚意满满，还是刀法精准呢？我通过这个视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首先说一下，我人生当中的自己购买的第一台全画幅微单就是索尼的 A7M4，而且购买的时间呢，应该跟它发布的时间不久。也就是发布不久之后，我就入手了这台机器。之后呢，又陆续入手了，一样是索尼的 A7R5，之后呢又是 A1M2。那么现在在录制视频的这台机器呢是 F-3A，所以我已经入索尼坑太深了，时间太久了。除了机身，包括镜头，包括周边好多配套的设备，都跟索尼息息相关。想换门太难了，成本太高，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对于 A7M5，我看这个发布会和如果想让我购买 A7M，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是什么？供这个选相机的小白，尤其是拿这台机器去干活的。因为我平时干的活呢，更多的偏向于新闻记录这方面多一些，当然也会涉及到拍一些宣传片啊，但是呢，要求不会那么的高，所以先声明一下我的使用环境啊，我的这个立场。那如果你是兴趣爱好，我觉得你随便选什么都 OK 啊，根据你的预算，你可以选任何品牌的，只要你喜欢就好，因为你是个人爱好嘛。没有甲方对你有要求，你自己满意就好。甚至你可以拥有多台设备啊。那如果是干活的话，我建议还是选择索尼、佳能、尼康这3家啊。如果为了这个镜头群丰富一点，可以选择索尼。但是呢，索尼就是刀法精准啊，让你对它又爱又恨。那么另外几家呢，尤其是这个佳能发的这个 R63，确实是挺厉害的，挺惊艳的。但是佳能的这个原厂镜头挺坑人的啊，到目前开放的不多，甚至几乎就是不开放。尼康的话，我们还得给它一些时间成长，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影像，还得给它一些时间，让子弹再飞一飞，这是我的感受。OK， 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刚刚发布的 A7M5 啊，我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啊，包括之前和刚才看发布会。第一个就是折叠屏，我用过 A7M4，深受它这个折叠屏的痛苦啊，这个被它坑得很惨。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啊，有这样的多折叠啊，或者我们开玩笑叫3折叠，怎么折叠都有面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比较关注的就是预拍摄、连拍速度，还有就是 AI 单元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升级 A7R5。升级 A7R5 很重要的点就是像素，然后它的防抖。这一次的这个 AI 单元的加入和防抖啊，还是不错的。当我第一次用 A7R5 的时候，我就明显感受到 R5 的防抖要比 M4 要好得多啊，因为我平时做一些新闻工作，突然背不住拿着相机就要手持着录像，尤其是录像啊，拍照我觉得防抖都是够用的，但是录像这个是太重要了，尤其是索尼的防抖，哎呀，懂的人都懂。但是近几年确实也有努力的在升级。那么另外我比较关注的点，录制的规格和时长方面。那么这次 4K 60P 的无裁切，我觉得够用了。对于大部分你没有特别高要求的创作的话，4K 120和这个 1080P 240我是不太在乎的。有 4K 60无裁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4K 30对于大部分人都足够用，甚至是 4K 50。那么这个 4K 120虽然是裁切，但是有呢比没有强。虽然这个想法不太对啊，但是有了，确实你也可以做一个升格。样片展示环节啊，影视飓风的 Team 说了一句话，哎，勾起了我的小兴趣，给我一点小惊喜，就是12800的这个高感 S-Log3，我看的这个样片还原之后啊，哎，确实好像挺纯净的。我已经很久没用 HM4 了，所以我有点不太确信
它在我的印象当中，它们这个差别是不是有那么大？如果现在在用 HM4 的朋友，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当你第一次看了这个画面，甚至你看了影视飓风 Team 的测评视频之后，有没有觉得，哎，这个高感有很大的进步呢？另外一个就是录制时长，在我录制视频这个时间之前，我能找到的是 4K， 但是它没说是多少 P。25摄氏度的环境下呢，是可以录制最长90分钟，40摄氏度是可以录制60分钟。诶，非常巧，今天白天我就接到一个采访任务，2个机位，一个呢是 AEM2 4K 60，在北方的室内是有暖气的。那么这个录制的环境又不是很大，相对比较狭小，然后我们又点了2-3盏灯又有这么3-4个人坐在这个环境里面，再加上这个说话呀、抽烟呀，中间休息他们再喝点热茶，所以我觉得这个室温肯定是在25度左右，甚至是25度之上的。那么 AEM2 呢 4K 60P 的情况下，连续录制了1个多小时，过热自动关机了。另外一个机位就是现在录制视频的这台是 F-3A，一直在录在我用 F-3A 的这段时间吧，只要电够把它的所有的参数到顶，没有碰到过热关机的情况。所以按照它现在公布的这个 4K， 我不知道是多少如果是 4K 60P， 在25度可以录90分钟，40度可以录60分钟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可以的加一些这个降热的这个小风扇，或者说是其他的手段，我觉得平时还是蛮抗打的，还是不错的如果你是短片这样的小短的一节一节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录，那这个是绝对够用的但是在南方的夏天，哎呀，这个在室外的话就不一定了这个确实不一定，因为我在南方也录过，南方室外有的时候确实对机器的考验是挺大的。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机器自身过热，再加上外界的环境，对它的折磨也是蛮大的。另外一个可能其他朋友关注的就是这个能不能套辣的监看，我觉得这个可有可无，但是有肯定比没有强。然后我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卡槽 ，HM4 的卡槽呢是一个 CFA， 然后一个 SD。到目前为止，在我录这个视频之前，我查到的所有的资料没有在这方面，包括官方都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发布会也是一闪而过，我没有看清楚，但他好像说了，如果是双 CFA 的话，对我来说是加分项；如果是一个 SD 一个 CFA， 哎，好遗憾，让我觉得就是恨死索尼了，罪大恶极，罪恶滔天是吧？但是让人又爱又恨，刀法精准，没有办法。那这些，如果你是拿这台机器去干活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些点来考虑。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小白，就是想买索尼的机器，就是观察等待了很久 A7M5 在首发的时候17999这个价格溢价不多，甚至没有任何溢价的情况下，可以买 M5，不用考虑 M4，就是一次小小的升级吧。跟其他的，比如说 A1 升成 A2，其他的升级来讲。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给你一些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有小小的惊喜，但没有太大的惊艳，就是刀法精准就是花钱升级了一些硬件，然后通过花钱买了一个固件，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整体来讲还是略微有一丢丢性价比的，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在这个发布会之前，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准备卖掉这个 HM5 了，因为我的 M4 已经卖掉了嘛。这个 R5 没有卖是因为那段时间同事在用，相机不够了，就一直拖它到今天没有卖。刚才在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也在犯嘀咕，要不要把 A7R5 卖掉，换一个这个 M4 也在纠结。因为对我来说，这个6100万像素，除非是裁切的情况下，我需要去抵我的焦距不够，也只有通过这个裁切来扩大我的焦段的情况下。我觉得6100万对我来讲是绰绰有余的，作用是不太大的，因为我已经有了 A2，所以 R5 的这个6000多像素对我来说就有点富裕一个 A2 的5000多就够了，已经够了，包括裁切也给我了足够的量。
那么朋友们和我有同样感受的，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通过弹幕啊、评论区，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说一下您的想法啊，欢迎您给我一些这个指导，给我一些启迪。那我现在还在犹豫啊，因为我有一些这个经销商的朋友，他们现在在上海，晚上的时候他们还在吃晚宴，然后我有一个第一次参加这样活动的朋友，他吃晚宴的时候发消息啊，就说这个等会儿就要开发布会了啊。我说你激动啥呀？我以为他知道啊，就是看一个录像的，结果他以为是吃完晚餐就可以兴致冲冲、兴高采烈的去看啊。他还非常忐忑的问一句：等会儿发布会不会被骂得太惨吧？这个不会发布之后，这个 M5销量惨淡吧？因为他更多考虑的是销量的问题，是卖货的问题啊。我说一定会被骂得很惨的啊，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差不多啊。索尼的每台产品发布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只有 A12发布的时候，几乎是鸦雀无声啊，大的 UP 主都没有发视频，真正用 A12的人，A1系列的人，几乎都是悄悄的干活啊，这个发视频的不要。就是有一些这个像我一样的，爱炫耀的，这个一屏不满半屏的晃荡的，喜欢拿出来发一些不痛不痒的视频啊。真正的人都拿它去吃成沙场，吃成雪地，在大自然里游猎，或者是拍航展的、拍动物的，是吧？他根本没时间发视频，也不屑的发，觉得跟很多互联网上的小白没法讨论。但是确实 A1就是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给我一些指导意见吧。这个视频想分享的就是这些点，等明天他们能够拿到新机的时候，我也问一问，看看他们的感受。如果他们分享给我的点又对我来说很惊艳，觉得很有价值，我也会录视频分享给大家，再和大家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可能就是等我拿到新机，或者说再看一看 Team 啊、海音呐、远哥呀、小鹿啊这些人的评论，因为这些我都有关注嘛。这个发布会里面也发布了他们的一些作品，甚至本人也出镜了。在我录视频之前啊，因为是发布会是10:20结束的，到10点半的时候，网上几乎找不到，包括官方，包括 UP 主，没有任何的推送。但是在我录视频之前，我不死心又滑动了一下，哎，Team 海音远哥小鹿已经更新了，因为这是我关注的，出现在我的列表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博主也发了，但是我没时间看了，已经在这里录视频了，录完了我就剪辑完发布完，我要去看他们的测评，甚至看一下海外的一些媒体的 UP 主的这个测评，甚至呢再等一等。那我也在纠结，在观望，希望有消息的朋友啊多给一些帮助。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订阅、点赞、评论、转发，下个视频我们再见。